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给中国上课，借俄乌冲突给中国总结3个教训，影射台海问题，中国霸气回怼。俄乌冲突以来，中国因为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被美国多次施压，隔空喊话，希望中国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队列中，并称这才是文明国家的正确做法。什么时候文明一词轮得到美国来定义了？前段时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司令更是以俄乌冲突借题发挥，臆造3个教训警告中国。根据美国空军杂志近日发表的文章内容显示，这位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一场美国军方智库举办的视频会议中大放厥词。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视频会议在未开始前就已经定好了主基调。会议的主持人在开场时便讲到，虽然近1个月以来，俄乌冲突成为了世界关注焦点，霸占了全部的新闻版面，但是中国才是美国真正的威胁。一开场就将问题直指中国，很难不怀疑这场会议的真实目的。同时，这个举办视频会议的军方智库就是美国空军协会关于空军议题的智库，全称叫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不难看出，这明显是美国自己搞出来的一个引导中国威胁的会议。而与会的记者也是不负众望啊，直接提问中国可以从俄乌冲突中学到什么？威尔斯巴赫听到这可就来劲儿了，声称希望中国从俄乌冲突中吸取关键教训，不要对邻居发动无辜攻击，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明明美国一手制造推动的俄乌冲突还在愈演愈烈，反手就警告中国不要对邻国发动攻击，这是在给国际社会制造中国威胁打基础吗？不仅如此，这位会议的主持还提到了印太区域，称印太区域有些事情在发生改变，而有些事没有发生改变。没有发生改变的就是中国。中国一直以来不遵守国际秩序，四处招惹邻居，占领南海据点，企图占领东海的据点。而美国在印太地区就做出了改变，为了应对印太的局势，美国在不断增强敏捷战斗部署，也就是强化在临近危机附近的岛屿。很显然，这位主持人拿错了剧本，这些杜撰的内容完全就是按照美国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捏造而来。当然，这些只是美国这场会议的前调，最主要的还是威尔斯巴赫警告中国的3个教训。威尔斯巴赫还真是贴心，帮中国总结了从军事、政治、经济3个层面的3个教训。第一个教训，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希望中国不要对邻国发动攻击，这会引起国际社会统一战线的制裁，这将会是对中国经济的严重打击。第二，只要印太地区发生了类似俄乌冲突的事件，该地区的国家就会组成像北约一样的组织，联合起来反悔。第三，中国应该从俄罗斯目前遭受到的生命财产损失中取得教训，侵略是难以达成的。怎么说呢？美国这回好像换了一个打法，不直接去制造中国威胁的舆论，反而是间接的警告中国侵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巨大后果。这无非就是为了混淆国际社会的视听，侧面制造舆论，换汤不换药。对此，中国国防部也做出了强硬的回怼。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表示，那些叫嚣要给中国教训的人，首先要学会接受教训。谈到对他国挑衅、发动战争，美国是世界第2，就没人敢称世界第1。美国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他国当教师爷。美国依旧傲慢无礼的态度，让人以为美国还活在上个世纪，中国早已不是数十年前的中国，美国也不再是上世纪的美国，一再对中国指指点点、发号施令，就要承受严峻的后果。